带来7场比赛的直播。好，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飞盘赛评吴承宪先生和我董静乔一起来为大家做比赛的讲评工作。威力哥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 ，OK， 等一下进周超这样，应该他就只是开场跟闭场会进，对，中间就全部都拉掉，所以没关系。好。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Dangerous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准备起飞了吗？精准投资，灵活移动，一起迎接飞盘新时代。我那时候就说我们学校凉地可以带，然后他们就说不用，老哥说不用。欢迎所有喜爱飞盘运动的观众朋友，在周6的风和日丽的早晨呢，透过 Hot Sports 动姿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中华民国飞盘协会的脸书粉丝团等多平台直播呢，和我们一起加入到113年全国飞盘争夺赛锦标赛，在周6上午的赛程。今天我们在台中北屯区的多功能草皮运动场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那您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赛场上非常的大。那我们也会有3个场地的比赛会在正在进行。那我们的转播团队呢，会为您带来1号场地的部分。哇，在这个前一阵子凯米台风侵袭台湾，在很多地方都造成这个淹水啊，大家也期待很久这样子风和日丽的大太阳回来了。那今天呢，我们会在早上的8点钟为您带来第1场比赛，由这个 B 组的台东县来对上屏东县。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飞盘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大前辈吴承宪先生，和我董静乔为大家带来今天这2天的讲评工作。威力哥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威力哥今天也是看到飞盘圈很多的朋友，然后赛前你也在跟很多教练啊选手交流。今天大家对于这个周末的比赛，他们的准备状况怎么样？
他们其实准备的就是因为为了10月底的全民运动会，全运会，对，然后这算是一个赛前赛，对，然后来考验一下目前集训的成果，对，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对这次比赛跃跃欲试。没错，而且这一次的比赛啊，其实是以这个县市为单位啊，所以选手们也算是都是跟同乡的这些好朋友一起来出赛。那大家也说，因为平常大家都有各自的学业啊，或者是事业要忙，其实他们要凑在一起训练的机会也不多哈，所以这阵子也是加紧这个马力来磨合这样训练。对，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是以俱乐部的形态做训练。对，但是到了县市重要的比赛的时候，就会从各自俱乐部回归到自己的县市，代表自己的户籍地，然后想办法为自己的县市有个争光。好，那现在场边也准备选手们要来进行比赛了。那刚刚有跟您提到，在今天8点钟的比赛呢，第一场会由台东县还有屏东县来争夺。那在这个公开混合组的部分呢，我们会有3个组别，然后一共是8、9、10、11，一共11队，然后他们会来进行循环赛，然后以积分前2的队伍来晋级到复赛。哦，这边哇！很快就拿下了分数。哦，开场不到1分钟，马上就破蛋了。是这场比赛的话，我们公开混合组的预赛是打60分钟，然后11分制，哪一支队伍先拿到6分就会进行中场，或者是如果打完30分钟，那没有队伍拿到6分，打完该分就进入中场休息。那本次的中场休息是3分钟，会含在整个大表的时间里面。对，所以其实比赛时间也是蛮长的哦，尤其是今天蛮闷热的，所以选手们除了要好好控制这个体力的分配，相信也是战术的一环。对，刚刚目前身穿深色球衣的是屏东县，对，然后白色的是台东县，是的。好，今天在屏东县先发的7位选手是黄明宏、胡勋汉、唐承安、陈怡君、陈玉君、陈子飞以及陈义安。那屏东县这边的话是刘文宇、高玉杰，是教练，你说。张嘉诚、邱怡杰、冯德宇、傅浩以及邱林，对，是代表我们台东县来出赛。哦，这片飞盘已经开盘出界，所以目前台东县是选择从边线开始。哦，这边被拦截到。哦，不过似乎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看起来是台东县的选手是觉得他先接到飞盘，然后屏东县的从他手上抢走过去。对。因为飞盘争夺赛的话，只能在飞盘在空中的时候可以做进行争夺，没错，他没有办法从对手的手上直接抢夺这样子。那如果同时接到飞盘的话，会以进攻方为主。好，所以我们决定回到有争议，回到上一洞。是，没错。飞盘是一个非常有风度的比赛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扣，就是判决呢，都是由选手他们自己去协商，去讨论出一个大家能够最大认可的共识。好，这边打一个身后，看一下这边，还是被破坏掉了。刚才防守成功的是台东县的6号高玉杰。相信这3周啊，因为在巴黎奥运也是热闹的进行中，所以很多的国人们也都是非常关注啊各个我们台湾选手的表现。那在周末时光，我们在台中呢，同样有一群飞盘好手们，他们也在为刚刚威力哥说的之后的全运会啊来做准备。好，这里台东县在不断的往前推进，这边做一个长传，哇，无人防守，漂亮！获得分数的是9号的冯德宇。
看起来这一场比赛双方的你来我往打得非常拉锯。对，那刚刚看起来屏东县在后面的一个协防可能过多了，让冯德宇可以在得分区内直接接到飞盘，没有人防守。没错。他直接站位在对方的防线之后啊，然后被队友给发现，直接一个长传，就在 end zone 拿下分数。因为是公开混合组的关系，目前在国际的习惯都是打弱 A， 对，那就是第一分的话，比赛开始第一分会是4男3女，是，然后第二、第三分是3男4女，3男4女，然后之后再回到4男3女这样子，所以是比较少见，就是同一个场地上面会有男生跟女生共同在进行比赛。今天我们会带来公开混合组的比赛以及青少年混合组的比赛，所以观众朋友也可以持续看看这个成年选手跟我们小选手他们在飞盘的表现上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是飞盘场上的话，就是得分之后就会变成防守。所以现在会看到的是屏东县得分，台东县得分之后呢，就会进行开盘的防守。选手们都会在 end zone 这个底线，然后做一个破的发球，希望是尽可能的就跟美式足球一样，把这个丢越远越好，代表敌方要从更深远的地方来去进攻。好，看到深色的屏东县现在也在把空间拉开，找机会推进。OK， 人员的交错跑位，还蛮顺利的，已经推到 end zone 的后端了。来这边找机会，看谁有空档，没机会就把盘拳往后拉，把对手的防线稍微撕裂一下，再找机会。好，这边由屏东县5号唐承安拿下了分数。刚才他们那一轮进攻还蛮行云流水的，对，算是非常的流畅。对，因为我们这个飞盘场上的话，刚刚看他们应该是一个 stack， 就是一个一直线的战术做进攻，所以他们把整个场地的左右两边清空，让他的选手跑出来的话，传盘者会比较好的做传盘。是。那现在屏东县得分之后，他们的背号3号的大学长陈冠伟也在指使一下，待会下一片的防守可能要注意一些哪些的情况。我看起来有可能是要进行区域防守，因为他们有几位选手举手之后可能做一些 setting。正面没错，那你去看他，他就会走。那你好，屏东县这边，所以你后面好，把盘拳打到后面。没有错，他们进行的是区域防守，用区域的概念，然后让屏东县的进攻可以不会那么的行云流水。对，因为刚才1对1盯人似乎效果不是那么好。哇这里差一点，给他救回来了。对，飞盘还没有落地之前都是可以进行接的哈。这边做一个拦截，好，得到了转换。这里面有一个轻松一个 wide open 去追，好，没有问题。像屏东县打了一个漂亮的攻防转换。由林燕怡拿下了屏东县的第3分了。所以其实每一个分数拿完之后，选手们都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可以做刚才的复盘。我们在哪个部分？如果这个战术是成功的，我们下一轮就继续用。
就是大家选手们可以做一个交流这样子。对，因为刚刚看起来屏东有发现台东县的可能控盘的选手相对是比较少一些的。对，那区域防守是可以压迫他们，就是必须要让控盘的人多一点持盘，然后在导传的时候看可不可以进行到一些失误，或是为了要长传破解的时候有一些传盘的不流畅状况。所以刚刚的就是一个导传的时候被屏东县的我们所谓的 wing 就是翅膀的地方的防守者顺利的拦截掉。那目前比数3比1，屏东领先2分。对，那这场比赛也是，如果比赛大表时间60分钟结束，领先2分以上的话，就会比赛立即结束。如果只领先1分，就会以领先方再加1分，然后那个以最终的比数，然后等打到类似，比如说9比8会抢到10，那如果8分的连抢2分，那就会获胜这场比赛。好用，一直用哦。现在屏东还是使用的是区域防守。对，区域联防可以看到他们在前端有3名选手在做一个协防的动作。当然，协防是空间感的，你不能全部围上去。对，我们飞盘赛是不允许这个double team 的。对，飞盘比赛的话，只能有1位选手防守持盘者在3公尺之内。好，漂亮！这边又被屏东县眼明手快把盘拳给打掉。所以看起来台东可能需要想尽办法，就是如何破解屏东的这个区域防守，不然如果再拿个3分进入中场的话，其实对台东县下半场是比较不利的。对。好，这边要往后丢，好，不过浅了一点。好，我们可以看到台东县连续的把盘拨了2次，这一次的战术啊，把对手卡在后面。对。我们都会建议选手，如果在抄截的时候，把盘是往地上打。对，因为如果你是往平的去拨的话，他还是有机会去抢。没有错。台东县人员的位置站得蛮近的。哇，这边在配合的时候发生了失误。这样子就让屏东兵不血刃直接在离得分区很近的位置来做发起。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哎呦，漂亮的 save， 好，这样就屏东县的选手再次拿下分数了。而且刚才这个传看绕过了一个台东的防守之后，再去做一个接盘，漂亮。得分的是21号的队长田祥云。对。飞盘比赛除了在场上的传接盘之外，其实空间感蛮重要的。是，没错。对，因为它比较不像球类运动，它是一直线，它是可能会有转弯的状况。对。所以很多飞盘界的爱好者都说，它很像3种运动的结合，包含了足球的跑位、篮球的传递跟橄榄球的得分。所以其实选手们在跑位上那个空间感，跟那个足球的比赛是有些异曲同工之妙的。当然，在飞盘就没有我们这个 offside 越位的这个规则，没有越位的，有就可能没办法玩了。所以确实在人员的跑动上是可以有很多战术变化的。好，目前看到这样开赛到现在，屏东县在进攻端各方面，哇，这样破就发出界外了。对，发出界外之后，进攻方可以选择2个地方开始。第一个是出界点，对，但是因为这个出界点其实比较靠边线，不划算。对，所以刚刚看蓝帽子这位选手，他有举手的意识，所以他就会回到了我们场地中间有个叉叉的位置，我们叫 break mark， 就是出界发盘点，会进行开始的进攻。看这样就推进很多。好，这里滑踩一下，还是把盘拳把握在手上。这边找机会人有点挤。好。我们看到，我个人是觉得台东县的选手在跑位上，他们那个交错的距离感
做的没有比屏东县好，所以像刚才那个情况，就发现2个选手站同一个位置。哇，这个又是一个传盘的失误。对，可能要再做调整。这边打一个后方，哦，漂亮。好的，那这样子屏东又拿下了分数，由25号的精神队长黄明宏。目前屏东5比1的领先，再拿下1分的话，就会进入中场休息。看刚刚这一个，完全没问题。防守球员在后撤追赶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场上应该有个暂停，应该是由屏东县台东县喊出。确实要喊暂停啊，因为开赛到现在，台东这边攻防两端似乎那个进入状态的速度啊比较慢。上场。第6分才中场，现在第5分。我看起来是双方以为进入中场休息了，是对，所以双方选手都退开了。对，那目前其实5比1，等到第6分才会进入中场。对，所以刚才我们有身穿黄色衣服的大赛人员哦下来跟台东县说，现在是5比1哦，还有1分我们才中场哦。对，哎，选手们可能太专注在那个战术上，分数的那个位置记错了。好，那目前比赛进行到现在，由深色球衣的屏东县以5比1暂时领先台东县，再1分呢，他们就会有领先姿态进入到中场的短暂休息。这一分是4女3男，所以开盘的选手就会是女生。是。现场原本的3人的区防，我现在拉到4个人，让控盘的选手压力可以再增加一些。是，分数领先，他们想制造更有压迫性的防守。不过这边想得分的尝试啊，转身的速度稍微拖慢了一点。刚刚那个传盘其实意识有到位，对，意识有到位，但是可能自己的队友并没有想到说盘子会过来这样子。没错，他会意到的那个时机点可能慢了一些。我们在区域防守的最后一个防守者，大概都会是属于跳得比较高或速度比较快的选手，去做类似守门员的拦截。是。那飞盘比赛的话，防守者遇到持盘者的时候就开始读秒，每一个人会有10秒钟的进攻时间。那这个10秒呢，不是旁边有裁判在计时，没有，就是你防守者必须要自己读秒。对，那如果说你读的秒数过快，那进攻方也告诉你说，哎，这样太快了。对，对啊，因为每个人可能对时间观念的那个精准度不一样。其实透过很多飞盘的这个球员选手自主性的这个感觉，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他是非常注重精神跟选手自我判断的一项运动。所以飞盘场上除了我们所谓的队长之外，还有所谓的精神队长。是在场上如果发生一些运动精神上面的一些纠纷的话，精神队长都会站出来做双方的讨论。没错。所以这位精神队长绝对必须在这个队上的身份啊，必须是要这种老将级的，大家都很服从他，很尊敬他，然后由他的经验呢来判断比赛的形势，然后让大家做一个自由心证。屏东县打了4比0一波之后，现在台东县终于再拿下第2分，是目前5比2。我们看一下刚才这边持盘者在找机会。然后先做一个后撤之后呢，有这位第2位的选手，好，我们做一个。刚接盘是背号9号的冯德宇，他是高师大的选手，对，然后上一届的大专杯高师大也拿到公开组的冠军，对。冯德宇刚才也是有拿下一个分数，对，目前台东县2分都是由冯德宇拿下。
好，那就看刚才得分的台东县能不能一鼓作气啊，尽量在进入到中场休息之前，把他们的差距给缩小。我们看到场上的选手有把双手打直，代表说他们确认一下女生是哪几位。如果把双手抱在后脑勺的话，就是确认男生。尤其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可能有些女子选手的短头发，或者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因为场地比较长，100公尺的距离不好看。对，我们会用一些手势来确认一下一些事情。不用停哦。好，找机会。对，有没有渗透到得分区？这样有了。屏东县这一波攻防还是打得蛮流畅的，由37号的陈义安拿下了第6分，这样子还是由屏东县带着领先的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好，教练，这样前一个半场，你这样看下来，觉得两队作为今天转播的第一组对战，目前的状况？确实，屏东县的实力看起来略高于台东县一筹。但是我相信台东县他们的选手其实素质都不错，在下半场透过中场休息3分钟的时间，如果可以找到一些破解屏东县防守的方式，应该可以在下半场更让屏东有一些觉得，其实台东县不是可以一波流带走的。是。只是屏东县确实也是蛮平均的6分来讲都是不同的选手得分。对，而且我发现他们在传盘的，好像不需要太多动，马上那个人员的跑位啊，就可以在 end zone 造成威胁了。对，我们常说就是人员的跑动在后面应该是要一个一个出来，其实让你的传盘者会比较轻松，而且不会有太多的过多的协防这样子。但是很多初学者在玩的时候，可能会2、3个都想很积极想进攻，导致整个场上是比较混乱的，这样其实对场地的空间感就会变得比较少。没错。那今天的比赛呢，刚才也有跟大家报告，转播平台包含了我们 Hot Sports 跟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中华民国飞盘协会 CTFDA 的脸书粉丝专页都看得到，所以观众朋友也欢迎呢帮上述的平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因为其实各个协会啊在经营各个运动项目也是很辛苦，所以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支持者在关注各项运动。好，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刚才那个观赏一下两队的一些得分 highlight。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好，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在今天8月3号星期六，我们在场地1的第一场赛事由屏东县对上台东县的比赛。短暂的中场休息后呢，选手们即将回到场内来进行后半段的赛事。深色的屏东县，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半场他们的进攻端跟防守端积极性跟完成度啊，是略胜于穿着白色浅色队服的台东县。对，下半场可能台东县要赶快想尽办法破解一下屏东县的防守，看可不可以把目前落后4分的情况可以先追进。对，因为飞盘其实算是个蛮公平的运动，场上你得分之后就变防守，所以你没有连续进攻的机会。是的。
对，很考验选手在攻防转换上面的细节哦。因为你可能上1秒钟还是进攻选手，你马上下1秒钟就防守，那要注意到的功课啊，还有各方面的细节，要自己很快的切换。下半场由屏东县先防守，因为他们在上半场是先进攻的，所以这也是很公平的。你上半场先攻，下半场就先守这样子。我们在跟选手在训练的时候都会建议，如果说你在拆盘的时候能够拆赢才先选择的话，大部分会先选防守为主，因为如果你上半场是打平的，下半场会有 mini break 的一个领先优势。屏东还是基于他们的区域防守3-2-2-1的情况。好，目前看到他们的区域联防其实蛮成功的。大部分是由队长背号27号的好，这边台东也想尝试把对方的这个区域联防阵线给破坏一下，持续在耐心的推进。其实区域联防的情况，前面的人会比较多，所以台东的后面应该可以进攻方可以找一些空档跟洞可以钻一下。好，这边丢了一个颠倒手找机会啊，漂亮！哇，这一波就打得很有耐性了哦。有台东县背号7号的王元俊，他刚才 sneaky 慢慢的躲到后面，然后呢，队友观察到他了。对，看到屏东县最后一个选手，他原本是以为是要传往场地的左侧要给女生，结果来一个颠倒盘到了场地的右侧。没错，刚刚那个 hammer 很精彩啊，落点、速度、时机都不错。老王得分了。目前3-6哈，看台东可不可以再守下1分？对。哇，我们台中的太阳非常的热情啊，选手们都必须要佩戴好遮阳帽、墨镜。避免在这个60分钟的赛事里面啊热过头，然后还有补水也很重要。对，因为今天每一支队伍大概都打2到3场的比赛，是对，从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10分，对于体力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飞盘场其实比较少遇到的是我们的直播转播网络直播这样子，那也蛮感谢这次的有直播，让我们的飞盘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收看。也是协会的努力，然后有我们体育署的指导啊，让飞盘选手们可以把平常训练的成果，还有这项运动的乐趣啊，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好，这个追击人追不上。这个长传意识其实不错哦，对，只是可能快了一些。因为我们这个飞盘的时候，你接到飞盘是不能移动，要传给下一个队友，所以我们在默契的搭配上面蛮重要的。有的时候虽然每一个人实力都不错，但是我们都会告诉彼此队友说，我的习惯性是什么，或者是我的传盘的路径习惯怎么样，我的优势是什么，让队友可以理解怎么传到我手上是最舒服的方式。哦，刚才这个，哇，这边就可惜了。这种非受迫性失误，其实是我们觉得最扼腕的情况。对，台东县的李思颖，哇，这样就让对手在门前兵临城下，很轻松的就拿到了这一分。由陈子瑜拿下屏东县的第7分了。这样他们距离拿下这场比赛胜利就只剩下4分喽。其实威力哥在从事飞盘运动也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资历了。你怎么观察台湾的飞盘生态？从当时
你可能接触的时候，可能民国90多年啊那个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的发展。其实现在发展真的是，我是蛮羡慕现在的选手的这样子。是，早期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整个俱乐部队伍大概只有6队，6队，全台湾只有6队，全台6队。但是现在的话已经10几队、20队了。OK， 所以是倍数的增长。甚至很多的从基层的国中、高中到大学，队伍数也是不断的在增加。以往我们选手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有照片。对，那以前的画术没有这么理想，现在的单眼相机都非常的厉害。当然，那场边也有很多的观众或者是一些摄影大哥，还有家长们都会帮选手做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照片的拍摄。这样，尤其现在是这个社群时代啊，谁不想在运动的时候留下一些帅照美照呢？对，然后现在这场比赛又有转播，而且之后在网络上都可以回去看自己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羡慕现在的选手。那明年的2025年。双北的世壮运也有飞盘这个项目，也有飞盘项目，是有超过30岁以上的选手，其实我们台湾已经报名了许多。那不只是台湾哦，其实我们世界飞盘总会在推广上面也是想尽力把飞盘推到更大众的位置哦。那在前几年，其实他们也是努力想把飞盘塞进到奥运里面。不过很可惜，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呢，最后确定是飞盘项目是暂时无缘了，所以我们也期待在之后2032年的布里斯本呢，或许有机会可以看到它。对，因为毕竟飞盘的话，我们看场上其实是没有裁判的，对，也在跟就是奥运那边讨论是，如果说有增设裁判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有机会这样子？那我们也有在亚运的部分想办法想往里面推。那这样子对于飞盘选手接下来的在台湾的飞盘资源可能也会有增加的情况。那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在飞盘整个世界范围里面最兴旺的国家跟地区呢，毫无疑问当然就是飞盘起源地美国。对，他们也有自己所谓的这个职业联赛了。是，美国是1960年开始有飞盘这个项目产生这样子。那现在职业联赛，其实台湾也有2位的选手现在都当教练了，也有去参加过美国的飞盘职业联赛。一位是台南市的王国勋教练，另外一位是新北市的林义教练。是。哇，这个颠倒盘的角度蛮刁钻的哦。对，看起来包括队友跟对手都有点，没有想到飞盘就这样过来了。对。好，闪过了刚才屏东县的防守球员之后，送到了88号宋玉贤的手上。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场回来，台东县明显有那个刚才的那个休息对他们是有效的哦。对，目前下半场目前是2比1的状况。对。进攻端算是打开了，就是要注意一些非受迫性失误啦。对，确实他们的非受迫性失误是比台东县做的要糟一些。看这一分，屏东县有没有机会在守住把比数能够缩小？另外的2个场地是台中市对上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对上苗栗县。台中跟台南那场比赛应该也是打得相当激烈。是。今天这组别每一队都要进行1个循环，所以确实像教练说的，如何把控体力很重要。所以不只要比场上的先发器人其实你整个板凳深度也是很重要。哇，这边打一个长传，看一下有没有，轻松，这个长传的视野就很漂亮了。看到屏东跟台东选手在得分之后还会击掌是，这也是比较少见，在运动场上对手得分之后你跟他 high five 一样。但因为确实是一片好盘我们都会给彼此一些鼓励。这也是一种运动家精神。我们看到场边也有身穿橘黄色衣服的2位是我们所谓的观察员。是。
在场上如果真正出现争议，双方选手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之下，就会请观察员介入做一些建议，这样是。所以他是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观察者。对，但他不主动做判决。是。上半场的争议应该只有一片，就是回到上一盘做 restore。但是如果说真的双方对于一些，如果接下来到4强或是冠军战，对，可能就会比较常有张力更大的时候，观察员介入的比例就会比较高，或者是像我们在青少年的比赛，可能彼此对于规则上面并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观察员也会介入。是，在这么长的飞盘生涯里，威力哥应该也有担任过观察员的角色。有。那你担任的时候，你大部分是着重在哪一些部分？你比较总结出选手们比较容易在哪一些点上是达不成共识？达不成共识大概就是飞盘有没有落地这件事情，因为接飞盘的时候，你有可能在最后一刹那接到的是已经落地在接到啊，已经很低的情况，但是以进攻方而言，认为我就是接到了。是，但是从旁观者来看，可能他其实已经先落地。就类似在棒球场上，如果外野手要飞扑的时候，对，接到球，但是可能他已经一个慢走进来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子。确实哦。但当观察员他并不会太多的解释说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他只会判决说我看到的，接下来判决在谁那边，对，这样才可以加速比赛的进行。好，台东线。做快速的飞盘转移哦。好，这里。刚刚应该是一个 triple call， 就是我们飞盘接到的时候，你是不能做双脚移动的。对。所以在场上的7个人都可以扣，他并没有规定说谁才可以扣，没有说是队长啊，或者是说最近的选手这样子。只要我认为你有动造成违例，那我就可以先喊出来。那选手其实也不用等到对手一直讲什么，就是你只要回到原本的点，敲地就可以开始，可以保持那个节奏。因为确实飞盘还是要不断的跑动，所以在接到的时候，难免还会有更多一些这个步伐的移动。对，所以就是要看。说可以有缓冲步，大概2、3步，可以。毕竟如果你急停的话，其实对膝盖是蛮造成伤害的。当然。好，这边看有没有机会，哎，被拦截掉了。因为后面有男生做协防哦，如果去打到女生的位置，其实是比较吃亏一些。没错。田翔宇队长刚才把台东县可能的那个分数给破坏掉。哎呦哎呦，小心！还好没事。好，这边换屏东县再给一个长传，跟刚才一样的战术。这边有机会吗？有，没有问题。队长田宇翔个子高大，跳得也高，所以在空中战是蛮有优势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播的画面哦，如果台东县的选手没办法正确的判断飞盘的话，其实建议可以先以屏东县的选手的最后站位为最终的判断，因为进攻方必须一定要掌握飞盘，但你防守方其实只要让飞盘落地，你也不用掌握它，就可以拿到盘权。好在田宇翔刚才连得2分的状况下呢，屏东县他们现在距离获胜已经蛮接近的了。对，目前的话已经拿下了9分，9比4，台东县加油！因为目前距离比赛中场应该还有20分钟左右时间，其实蛮足够的。好，
或开出之后，由台东县这边来发动进攻。哎呀，这就是没有必要了。对，这是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啊，我们稳稳的传到自己队友手上就好。对，在默契上还需要再加强。这一个也是一个没必要的大脚传盘。不过我觉得从刚才我观察25号这个选手的他怀疑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是面对太阳的位置啊，他可能刚刚转头的时候那个阳光真的太大，然后加上白色的飞盘在移动中，他一时间没有掌握到，因为我看他有大概1-2秒的迟疑。哇，这个 Callahan 直接在自己的得分区接到对手的传盘，被5号的长城安得分呢。这也是我们比较少见的，就是进攻方传出来之后，防守方在直接得分，直接在这个 end zone 拿下。在篮球的记录上面，可能是会以最靠近篮筐的进攻方为是那个得分手，但是在飞盘场上的最后助攻没有人，然后得分的话是。而且从刚才的这个回波来看，他其实不是掌握到了那个传球的路径，而是屏东县的选手他追不到那个球，然后在落地之前，等于是被屏东县给捡漏了。他最后在落地前把那个给收到，哇，这就非常的很赚啊，这个太赚了。屏东县拿下第10分哦，这是这场比赛屏东县最后一个开盘。对。就我们在飞盘比赛，都一定必须要用白色的嘛？对，都必须用白色牌。对，我们都是习惯的，就是都用白色的飞盘，可能比较清楚，然后大家也是比较习惯这样子。不过因为其实飞盘的花样啊，各方面也是蛮多的。对，有红色、蓝色，对，还有夜光的飞盘，但是我们玩起来还是觉得白色飞盘是最理想。是，好，那这样子在刚才台东县又一个非受迫性失误之后呢，很快让屏东打了一个攻防转换，就由他们率先拿下了11分，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看得出来，屏东县的实力还是略高于台东县一筹。对，那也祝福两队在接下来比赛可以荣获佳绩。没错，这只是刚开始，因为他们其实都还有在 B 组的这个循环赛要来打。好，观众朋友，那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场地1号会做一下整理，然后接下来再会由双北大战，由 C 组的台北市对上新北市，马上回来。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Dangerous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that keeps the sky in your mind.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Dangerous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